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6号下午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14届2次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联组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在3·8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表示：“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参加全国两会的女代表、女委员、女工作人员，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女同胞、海外女侨胞，致以节日祝贺 和美好祝福，希望广大妇女振奋龙马精神，发挥半边天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巾帼贡献。 习近平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同大家一起讨论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感到非常高兴。习近平强调，民革要在对台工作大局中进一步找准定位，发挥优势，积极作为，更好团结海内外、岛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不断壮大反独促统力量，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要积极推动两岸科技、农业、人文、青年发展等领域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习近平指出，科技界委员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进一步增强科教兴国强国的抱负，担当起科技创新的重任，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要务实建言献策，助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健全科技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进一步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习近平强调，广大环境资源界委员要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上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人民政协要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加强自身建设。政协委员要提高自身素质和履职能力，不断开创新时代政协工作和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 3月6号下午，14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在媒蒂亚中心举行。在接近2个半小时的记者会中，5位中国财经主管部门负责人就发展改革、财政预算、商务、金融证券等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近20个提问。如何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是出于哪些因素考虑？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又将采取哪些措施？来看看深圳卫视记者 从现场发回的报道。经济主题记者会是14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第2场新闻发布会，也是首场特定主题的记者会。出席这场记者会的都是中国财经主管部门一把手，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山杰、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5%左右，受到海内外舆论热议。深圳卫视注意到，这也是这场记者会上最热的话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山杰表示，5%左右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综合平衡基础上兼顾当前和长远需要和可能提出的。新动能方面看，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去年达到了950万辆，增长了35%，还有锂电池产量增长了25%，光伏的电池产量增长了54%。 就这3个我们经常讲的新商业，这个增长出口呢，增长了近30%。其中，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量，这个超过了120万辆，增长了77.6%。这个出口量稳居全球的第一。这个带动了我们新车出口数量，现在呢是全世界第一。
谈及今年的财政政策基调和特点，财政部部长蓝福安给出2个关键词：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在落实好去年延续和优化的税费优惠政策基础上，今年将有针对性的研究出台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深圳卫视注意到，蓝福安部长还回应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的问题。他表示，将继续强化监督惩处，坚决杜绝讲排场、比阔气，坚决防止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这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都要带头落实，勤俭办一切事业。俗话说呀，精打细算，才能油盐不断。党政机关少花1分钱，民生事业就可以多安排1分钱。当然，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不是捂紧钱包不花钱，而是该花的花，该省的省，做到大钱大方，小钱小气，集中财力办大事。在谈到对今年外贸形势的看法时，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预判仍将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据多个国际组织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仍将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外需下滑压力还是很大。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地缘冲突、全球超级大选年等外溢因素也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今年前2个月，我们看到了很多积极向好的趋势。进出口有望延续去年9月份以来，其实从去年9月份，特别是10月份以来，进出口呢已经逐步回升今年1到2月份延续了这样一个趋势，而且进口市场我们扩大开放，我们主动开放，进口市场的这个机遇也在增大就进出口都有很大的潜力，外贸展现了较强的韧性。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我们是有信心，也是有底气。针对资本市场监管工作的思路的提问，今年2月初接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吴清回应称，在公平交易、合理定价、充分竞争的条件下，高效配置资源，促进高质量发展，这样资本市场才有持久的生命力。但是，由于市场参与各方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都有很多差异，监管者要特别关注公平问题，把公开、公平、公正作为最重要的原则。在我们这样一个中小投资者占绝大多数的市场里面，更是这样。所以，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证监会工作的最重要的核心任务，可以说没有之一。这也是资本市场监管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的直接的体现。今年以来，降准力度和贷款利率下行幅度都超过市场预期。有记者问及下阶段货币政策将如何支持经济回升向好。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宏观层面来看，中国经济回升向好，但是国内外的形势依然复杂多变，需要发挥政策合力，加大宏观调控的政策力度。目前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存款准备金利率平均是7%，后续仍然有降准的空间。我们将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作，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参会的中外记者都感受到，这场记者会内容很实，信息量足。在接近2个半小时的时间里，5位中国经济主管部门的掌门人回答了接近20个热点问题，既上接天线回应了 GDP 增速目标的设定、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以及外贸形势等问题，也下接地气，谈及减税降费政策、投融资、大规模设备更新、城镇化等情况，用最新的消息、最权威的解答，正面回应了外界对于未来中国经济走势的关心，也给海内外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两会的窗口。今天全国人大会议第2场记者会聚焦经济，5位部长或部长级经济高官受邀出席回答中外记者提问。那么您对此有哪些特别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既然是经济主题的记者会，就必然要强调自昨天起全球刷屏的这样一个数值。今年中国 GDP 预计5%左右的增长目标。那么今天《纽约时报》刊出的长篇分析就用了这样一个小标题 ：Everyone agrees the target is
ambitious， 所有人都认同5%左右的这个增长目标，雄心勃勃。当然了，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绝非易事。李强总理呢，昨天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回避，今年仍然会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与挑战。今天这5位部长或者是部长级的高官，他们呢都是国务院相关经济主管部门的主要的负责人。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他们都高度自信，就应对问题挑战呢也都是成竹于胸。今天记者会第一个提问的机会给了美国 CNBC 电视台的记者，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在回答中重点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形与势。那么他在答问的最后那几句话呢，集中展现了中国经济相关管理部门主官的精气神，也是对这一场记者会的最精要的主题总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类经营主体共同努力下，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也有底气来推动经济持续回升，长期向好，高质量的完成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的目标任务。那在今天的这个记者会上，新任证监会主席吴清可以说备受关注。他呢也表示自己履新还没有满月。那么吴清就强调，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证监会最重要的中心任务。下一步监管工作将会重点突出2个字，一个字呢是强，一个是严。那么对于各种违法违规行为，露头就打，纠正市场失灵，该出手时呢就果断出手。那么证券市场做强，监管从严的重大的政策信号，可以说吴清是对外充分释放。必须要指出，一段时期以来，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走势，据中国构建金融强国的顶层设计，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的中央决策部署，乃至亿万投资者的合理预期，实际上是存有落差的。这样一种发展落差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乃至全球其他经济大国，尤其是呢周边一些国家的资本市场的实际表现，也是相当不匹配的。因此，中国亿万投资者对于这位履新没有满月的新任证监会主席有更大的期待，对于中国证券资本市场今年的实际表现也有更大的期待。新质生产力成为海内外媒体报道两会的一个高频关键词，那这又传递出何种信号？确实新质生产力这个由中国最高领导人率先倡导，并且在多个场合反复论述、深入阐释的新概念，正在成为中国推动经济治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点发力方向，也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一个热门的新的经济与会。我注意到，包括英国路透社、美国彭博社以及香港南华早报等境外的英文媒体，都将新质生产力译作为 New Productive Forces， 音译呢有趋同的势头。比如昨天彭博社报道，中国最高领导人在江苏团参加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就以此作为标题 ，He wants new productive forces to fit local conditions。习近平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但是呢，我个人对这样一个音译是有保留意见的。新则新译，但是呢，质这个提法并没有在 New Productive Forces 中呢得到体现。那么新质生产力它到底何指呢？就新质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特别指出，它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这3高特征。它的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呢是先进的生产力。那么发展新质生产力大计，总书记可以说是亲自谋划、部署、推动。那么这也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极具新动能的关键的一招。昨天，总书记在江苏团再度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那么，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今年政府的10项工作任务，首务就是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昨天在江苏团审议报告时，总书记就特别告诫警醒，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那么这是就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政府工作任务，
并且呢就正确处理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的关系，提出明确的、具体的顶层的要求，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也因此啊，中国循着既定的路线图，全面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大计。那么这样一个过程与精彩实践，也必然将会丰富外界对于这一新概念、新发展理念的理解和认知。相信啊，用不了多久，新质生产力就会出现更加精准也更加传神的对应的音译。中国今年 GDP 5%左右的增长目标，这一数字全球刷屏，不少外媒也在议论对中美关系的意涵与影响。您对此如何看？我认为对这个议题讨论很自然，也很有必要。这也正是两会时间外部影响与意义的投射延伸。两会时间关乎所有中国人的切身利益，因为呢，事关中国人向往的美好生活在这一年的打开方式，是真正意义的家国联动。但是呢，很大程度上，两会时间也是世界的。毕竟啊，作为全球第2大的经济体，作为过去10多年全球经济增量的最大的贡献者，那么中国的体量与规模就摆在那里。昨天啊，我也曾经在节目中分析，5%左右的增长目标如期实现，这就意味着中国在2024年将会实现超过6.3万亿元人民币的增长。它的增量规模超过全球第20大经济体瑞士2022年的 GDP 数字。那么这就是数值背后实实在在的中国的发展机遇。所以美国 CNN 电视台才会在昨天的节目中这样强调，说全球很多国家首都的决策者、投资者与企业主，他们呢都在对此密切关注。CNN 就特别提醒，尤其啊今年时逢美国的大选年，全世界前2大经济体的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承压紧张。所以这也难怪美国彭博社今天要在网站的显著位置讨论这样一个话题 ：What China's 2024 policy goals mean for ties with the U.S. 中国2024年的政策目标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呢？这家美媒列举的几个影响投射到的领域，包括科技与经贸、外资准入、台海议题、军费投入与经济基本面等等。彭博社就引述经济分析师佩塞尔称说，如果媒体或者是个人要投资中国，那么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一个：中国消费是否正在反弹？那我倒是呢愿意在这里援引执新闻最新专访的观点，这呢实际上也来自他的一位同胞，华南美国商会的会长塞亚丁。这位会长就宣称，76%的受访美国企业今年呢都将会追加在华的投资。但是呢，外界也在普遍预期，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对华出口限制可能会持续的收紧。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最近甚至抛出所谓北京有能力让几百万辆行驶中的新能源车停运的这种不靠谱的奇谈，以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都在回呛。照这样一个逻辑，那么中国更应该担心过亿部的苹果手机会突然黑屏。我想这实际上也在预示着，在尖端技术领域的中美博弈今年呢将会延续，不排除会进一步的极化升级。当然了，就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今年的可能走向与中方的看法主张，最权威的声音一定来自中国外长。所以啊，明天上午的外长记者会一定是全球关注的一个最大的焦点。当王毅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全世界都会用心倾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涉台论述强调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的同时，也释放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信号。相关论述受到台湾省代表团和党内舆论的热议。来看看报道。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同心共创民族复兴伟业。
分析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涉台表述体现3方面意涵，即对台大政方针成熟稳定，强调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继续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对比过去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的涉台内容，呈现出稳定性和一致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楠向深圳卫视表示，2021年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确定之后，大陆的对台工作都沿着这一路径展开，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也释放了保持战略定力的信号。这给外界会释放出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无论台海局势怎么变化，无论岛内的政治生态怎么变化，我们都会保持相应的所谓的战略的定力，按照我们的节奏去逐步推动反独促统的工作，以实现最终的这种两岸的统一。深圳卫视注意到，与去年相比，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加强调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以及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谢楠表示，此番表述实际上是因应当前台海局势变化所做的调整，是对当前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的最新预警。未来赖清德的上台很有可能会继续延续当年蔡英文走的那条渐进式台独路线，继续走台独路线。那么这会对未来的两岸关系，对于台海局势产生非常大的这种负面的影响。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承认，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持续的深化，美国打台湾牌的强度、力度和频度都在不断的上升。但是这也提醒我们，在未来在处理这个所谓的反独促统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外来的干涉的这种影响是很大的。这提醒我们必须要做好相应的准备，要实时的予以相应的反制。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是近年来的一项重要政策，从中央到各省市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尤其是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提出了21条措施，广受好评。深圳还举行海峡两岸交流融合月活动，通过30多场活动，增进两岸民心相通。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写入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内容，受到台湾省代表团成员的高度关注。他们表示，从中感受到了信心与力量，同时呼吁台湾同胞要抓住大陆发展的机遇，在国家民族发展的大格局中，促进两岸同胞的交流交融，明确了我们下一步的努力的方向和根本的遵循，这是非常重要的。更好的来运用我们各种的手段来推动两岸的融合发展，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融合发展就是要有相对的对应的水平。所以说，也希望呢，我们祖国大陆飞速发展的这个红利，或者说我们所要产生的机遇，能够带给台湾同胞更多的机会。岛内舆论也高度关注政府工作报告涉台内容，有台媒注意到，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在涉台表述上有所变化。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是自2018年以来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显示大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当中实现统一的战略定力。有观察认为，过去大陆通过 ECFA 等对台经贸让利和推动跨海的两岸经贸文化交流，近年更多的是直接吸引台湾人到大陆去享受融合发展红利。例如去年发布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文件，预计大陆未来会再推出与融合发展有关政策。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两岸的根本是什么？也就是说，我相信在接下来两岸的交流与否，或刚刚讲，国务院在推动实际执行两岸交流，包括闽台，包括刚刚讲大湾区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个开始要显现出深化融合。大陆的发展红利对台湾人是好的啊，而且呢，我甚至期待大陆发展的红利能够改变一些人的观念，能够到大陆去看一看大陆进步的事实，大陆人的努力的这种同心协力，以及大陆的未来会发展出来的结果。我觉得这一点呢，是真正的促进两岸关系非常重要的一点。新加坡联合早报发文称，虽然报告中的对台论述篇幅都较过往少，内容虽显化，但未来势必做的会比说的多。我们都是中国人嘛，所以大家比较了解，中国人原来就比较喜欢做得多说得少的人。大陆做得多说得少的意思就是说，做得多就是要用实力来展现他能做什么事儿。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是做得多说得少。现在说什么也没用，只有做出来给你看看。
随着2024年全国两会的召开，全球目光再次聚焦中国。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2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5%左右在内的多项发展预期目标，国际舆论持续热议。此外，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等也成为外媒报道的高频词。多家主流外媒指出，相关目标体现出中国在保持经济增长势头、化解风险以及提振信心方面的决心。近两天，彭博社、路透社、纽约时报等多家国际主流媒体围绕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和讨论。其中，202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5%左右的目标，成为海内外舆论热议的题眼。美联社报道称，这一预期增长目标显示，中国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没有改变，将继续奉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专门就5%左右的 GDP 增速目标采访了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并援引其分析指，尽管实现这一目标面临不少挑战，但中国有能力实现。Well, China is a huge economy. Given its size, 5% is a huge amount. I think this is attainable, although it's not easy. 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认为，中国设定5%左右的增长目标，有利于提振发展中国家的信心。It is encouraging that they are still expecting the growth of around 5%, which will help the world basically and most of the developing nations. 西班牙经济学家报网站报道指，中国经济仍是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报道还揭开数据背后隐藏的希望点，那就是这个亚洲巨人仍以每年5%左右的速度增长。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中国人均 GDP 将会惊人的增加。外界注意到，中国加大财政政策力度。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2024年开始，计划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相较于普通国债，超长期债券能够缓解中短期偿债压力。深圳卫视注意到，新质生产力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也受到外媒热议。多家媒体指出，新质生产力被视为拉动中国经济的战略突破口之一。New productive forces mean productivity is freed from traditional economic growth models. It usually features high technology and high quality. 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称，过去1年，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新能源相关行业的增长，证明了中国经济的弹性，也显示其增长潜力仍然强劲。彭博社也指出，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经在一些领域出现成效，比如说新三样。去年，中国乘着电动汽车的热潮，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同一年，中国创纪录的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其安装量超过了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在芯片方面，中国也正快速追赶。香港南华早报评论认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为中国加快经济转型带来了新希望和动力。Many observers, both here in China and overseas, were not to really implement any broad-ranging stimulus or short-term stimulus to temporarily prop up the economy, instead saying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focusing its energy on developing new high-tech industries, high-quality industries here.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202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预定在5%左右的水平，你有什么样的观察？日本媒体早就把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称为东方的国情咨文，特别是关于增长速度的确定。把这一点作为自己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参考指标。其实对于中国来说，确定这样的增长目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既要尊重发展的需要和动能，又要考虑各种局限和制约。比如今年，我们一方面呢要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每年有1000多万的新增就业人口。所以，中国制定了2021至2035年国民经济总产值要翻一番的战略目标。今年呢是“十四五”的关键一年，无论从规划还是现实需求考虑，都必须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恰好进入了一个必须追求高质量的重要转型阶段。同时，中国内在的高速发展的需求和动能，和今天国际上动荡加剧等各种负面要素的不断积蓄，也形成了一对矛盾。大国关系的复杂多变，也构成了中国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的矛盾，从这个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地找到增长的平衡点。因此，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了稳中求进、以进促稳、
先立后破的经济指导新方针，就是展现了既务实又积极的一种政策取态。5%左右的增长速度呢，基本上体现了这个总方针协调上述各种矛盾、平衡各方面正负因素、统筹兼顾、积极稳妥的精神。进入全国两会时间，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蓝图、中国方案。直播港澳台推出特别策划《外眼看两会》，对话全球政界、商界和学界意见领袖，解码中国式现代化，聚焦新质生产力，探讨100年未有之变局的应对。本期对话，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Well, the ones that most struck me were moderniz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because I see China in te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s well. China's got to make the transition to or is making the transition, and will have to consolidate the transition to high value-added production. 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罗思义还对深圳卫视论述了这一目标在经济学上的务实性。The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mustn't fall, which therefore means you've got to have policies for competition against monopolies, getting good infrastructure to ensure tha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s funded, etc. So that's the first target you've got to maintain. That what is known technically as the 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 at around 8. And the second one you've got to do, in that case, you've got to have a level of investment which is 40% or a bit above. And if you do that, then you will hit the 5%. It's also in line with what China's been doing since 2020. When it adopted the latest 5-year plan, discussion of that aimed to double GDP between 2020 and 2035. That would require 4.7% growth to be hit each year. So coming at 5%, yeah, this is entirely realistic. 5号，习近平参加14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罗思义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就是产业升级转型。President Xi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last year, and he mentioned the term again during the 2 sessions. What do you understand by new productive forces, and how would it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Well, they're fundamentally a movement into more higher value-added industries. I mean, the spectacular on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the most advanced at the present time, is China is becoming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producer of EV cars in the world. That's incredible because traditionally, the biggest car exporters in the world are Germany and Japan, which were, of course, historically more advanced economies than China. China is now becoming the #1. China's already got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in Huawei, despite the US attempts to cripple it, hasn't succeeded. And it's got a number of other areas, for example, in solar energy, in green energy, it's the world leader. So China is increasingly going into a situation whereby it is being driven by much higher value-added industries. The sectors you mentioned, such as EV or telecommunications, have been suppressed and exerted great pressure by the EU or the United States. So what should China do to respond? China should just respond by continuing to develop these industries. They're going to damage themselves by doing so because they're raising the cost base of their own economies. Therefore, their economy is going to slow down. W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doing, and the EU with protectionism, is they are damaging their own economies. It means that they are going to be producing things which they're not the world's most efficient at producing. China is therefore adapting itself to those industries in which it's most effective and is continuing to import those things which it's not so effective in. And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t grows much more rapidly than the other major economies, because they are shooting themselves in the foot through their tariff policies. They're slowing themselves down. You mentioned a lot about tariffs, and we know there's going to be an election in the U.S. this year, and maybe Trump will be in power again. Will China-U.S. relations be affected? Yes, I think he probably will. What he's talking about at the present time is having tariffs on up to 60% on all goods from China,
well, that will certainly put up cost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f course, that will lead to very bad relations. It won't stop China's economy from developing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becoming smaller and smaller part of the world economy. 罗斯亦向深圳卫视表示，中国通过外交维护全球经济复苏的努力发挥了积极作用。过去1年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俄乌巴以2场冲突中，中方积极劝和促谈，呼吁以谈判的方式政治解决危机的立场受到国际社会高度欢迎。但罗斯亦认为，美西方不断搞小圈子政治，强迫选边站队，拱火浇油，导致多个地区热点冲突在短期内难以结束。If you look at the two biggest issues, the biggest crises which are taking place in the world at the present time, China's position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world's countries. I unfortunately don't think that the Ukraine one will.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got itself into a terrible mess on this. I think the situation on Gaza is different because I thin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are so isolated. Say in the votes in the UN, only really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 say few islands support their position. I think that this is becoming very difficult for the United States, even from the point of foreign policy, for what Israel is doing. And I thin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bring this war to an end. The trouble is it doesn't have a solution for how to bring it to an e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tell Israel to stop anytime it wants to, and it's not doing. But I think that the pain to US foreign policy is so big that I thin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robably at a certain point say, Israel, you're going to have to stop this. 菲律宾船只5号再次擅闯我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并恶意炒作中国海警用水炮进行所谓袭击。对此，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均作出回应，驳斥菲方相关说法，并强调是菲方言而无信、蓄意碰瓷滋事、恶意煽宣炒作，持续迫害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5号表示，菲律宾违背自身承诺，当天刻意派出2艘海警船、2艘运补船擅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向其非法坐滩军舰运送物资。中国海警严格依法管控，予以规制，出于人道主义，对非运送必需生活物资的1艘船只作出临时性特殊安排，现场处置合理合法、专业规范。外交部已就此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了强烈抗议。今年以来，菲律宾对在我仁爱礁上非法坐滩的军舰马德雷山号已经执行了3次补给行动。菲律宾方面每行动1次，中国海警就会出动监视1次。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海警明确在公告中使用管控规制，在今年还是头1次。1月21号，菲律宾当局出动了1架小型飞机，向非法坐滩仁爱礁的军舰空投了补给。中国海警的表态是，中国海警实时跟监掌握，依法依规管控处置，对菲方补给必要生活物资做出了临时性特殊安排。2月2号，菲律宾当局出动了1艘小型民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的军舰运送生活物资。中国海警的表态是，中国海警全程跟监管控。可以看到，面对这2次补给行动，中方都处于跟监状态。而在5号，菲律宾当局不仅出动了1支包括2艘海警船和2艘运补船在内的小规模船队，还妄图给马德雷山号运输建筑物资，从而对这艘非法坐滩军舰进行加固。根据微信公号“玉渊谈天”引述专业人士的观察指出，中国海警的执法遵循有理有据、冷静克制的原则，执法手段会从跟监、警告、喊话等基础措施不断提升，并最终升级到航路管制和使用水炮的层面。玉渊谈天提到，由于菲方这次的补给行动得到了其海军的支持，为了应对菲律宾此次非法侵闯行动，中方出动了多艘海警执法船，还利用高压水炮等强力执法手段，逼退了运载着建筑物资的尤纳扎5月4号游艇。玉渊谈天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菲方船只危险接近我海警2155邀艇，并遭中国海警警示性水炮喷射。菲律宾星报引述非相关部门表示，该国一民用船只被中国海警以水炮袭击，4名船上人员受伤。此外，1艘双方海警船发生碰撞，非海警船轻微受损。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在5号的谈话中对事件原委进行了澄清。他强调是菲方冲撞中国海警船在先。据介绍，非海警4407号船当时无视中方一再警告，违反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以不专业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正常执法的海警2155艇，导致发生轻微刮蹭，责任完全在菲方。
干预强调，菲方言而无信，蓄意碰瓷滋事，恶意煽宣炒作，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始终严阵以待，随时坚决回击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实际上，从菲方发布的空中角度视频也可以清晰看出，是菲律宾海警船切入直行的中国海警船航路，导致了碰撞发生，属于故意冲撞。菲方公布的视频还显示，中国海警在执法时也进行了录像取证。深圳卫视注意到，菲方此前也曾用强行切入中国执法船只航行路线碰瓷的手段来进行炒作，但基本上都使用的是民用船只冲撞。这次罕见由菲律宾海警船碰瓷中方海警船。菲方海警恶意冲撞事件的动机也昭然若揭。3月初，该国总统马克思访问澳大利亚期间炒作南海话题。4号，马克思参加澳智库机构洛伊研究所的一场活动，再次炒作南海话题。他一方面宣称菲律宾将继续提升海岸警卫队的能力，并使武装部队现代化，一方面又说不介意菲律宾与中国恢复和睦共处。有分析认为，菲律宾海警在马克思此番讲话的次日就进行挑衅动作，是明显的炒作，借机向西方社会卖惨。实际上，近期菲方每次挑衅都带上记者，然后恶意冲撞中方执法船，拍摄中方执法场景，然后发布颠倒黑白的消息。外交学院教授苏浩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菲方近来在南海的举动值得警惕，最大的破坏性是故意损害中菲此前就南海和平稳定达成的默契，而且越发频繁。他把这些所谓的这个挑衅的行为啊，或者他污蔑中国对他的所谓的碰撞呢，以这种方式在媒体上进行炒作，在菲律宾国内政治上进行这种宣传，以这种方式来获取所谓的民意的支持，来获取国际社会对他的所谓的同情啊。同时呢，也炒作中国的这种所谓对他的这种霸凌，实际上恰恰是他在美国的霸凌霸道的这个战略之下，对中国的主动的挑衅。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几天，澳大利亚举行与东盟的特别峰会。峰会6号发表的联合声明涉及南海，称各国应避免采取影响南海和平和稳定的行为。中方对此进行了回应。我们将继续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同有关当事国妥善管控分歧，同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深圳卫视注意到，美方近来也越发不避讳地走到台前为菲方撑腰。这次，美国国防和外交部门更罕见同日发声，污蔑称中方行为具有挑衅性，还声称美国与菲律宾站在一起，并拿国际法说事。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在此次事件中，到底是谁在主动挑衅、制造事端，是谁违反国际法、危害南海和平稳定，事实真相一目了然。仁爱礁问题是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双边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第三方不应借机挑拨，更不应插手介入。中方奉劝美方不要将菲律宾作为棋子，搅乱南海地区局势，菲方也不要任由美国摆布。历史教训表明，棋子最终只会成为弃子。针对菲参议院近日通过所谓海洋区域法案，毛宁5号特别强调，菲方的行为是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把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其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分析指出，妄图用国内法解决此类争端，纯属自我安慰。以国内的法律的方式来处理、来管辖国际上存在争议的这些岛礁，也没有国际法的依据，所以他这种做法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且呢，也是一种完全非法无效的行为。我们中国对这个东西不会任何给予承认，国际社会也不会承认。德国军方录音窃听风云持续发酵，在该国此前明确拒绝援乌金牛座导弹的背景下，一段德军官讨论使用导弹袭击克里米亚大桥等敏感信息的录音曝光，引爆国际舆论，也让德国接连多日处于巨大的舆论漩涡之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德军竟然使用1234作为密码，再次引爆舆论。而曝光的录音也将俄乌冲突的焦点从前线转移到了北约内部，显示北约参与军事行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总编辑西蒙尼扬1号在网络上曝光一段录音，时长38分钟，内容是德国联邦国防军4名高级官员讨论了在乌克兰部署金牛座巡航导弹可能性，以及金牛座巡航导弹在技术上能否摧毁克里米亚大桥等敏感信息，内容十分劲爆。Leider aufgrund ihrer Größe
wie ein Flugplatz. Das heißt, es kann durchaus sein, dass ich dafür 10 oder 20 Flugkörper brauche. 全长19公里的克里米亚大桥是目前欧洲最长的桥梁，是连接克里米亚半岛与俄罗斯本土的唯一陆路通道，被称为生命线。期间数次遭遇炸弹袭击，又数次被修复。值得注意的是，录音还显示，德军官们还讨论了如何洗脱德国直接参与冲突的嫌疑。其中一名德国军官还称，美英两国军方早已直接参与了俄乌冲突。 Beteiligt ist beteiligt. Und ich glaube, über die Hürde werden wir nicht rüberkommen. Oder die andere Option, wir fragen, ob in dieser Phase, bis die Server komplett ausgebildet sind, fragen wir die Briten, ob sie in der Phase übernehmen. 录音爆出后，其真实性很快被确认。德国国防部次日证实，根据评估，空军内部的一段对话被截获，但又找补称无法确定这段录音是否被修改过。 No one seriously believes that it was a coincidence. 此事引发美英的强烈不满，德方的回应也迅速提升等级。该国总理舒尔茨当日再次表示，将展开深入调查。 What is being reported is very serious. That's why it is necessary to begin a very thorough, intensive and rapid investigation. 俄方对这段录音反应十分强烈。俄外交部当天就此召见德国驻俄大使亚历山大·兰姆斯多夫，时间长达1个多小时。他也拒绝回答任何记者提问。但德国外交部有不同的说法，宣称该国大使不是被俄方召见，而是根据此前很久就定好的计划前往俄罗斯外交部。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демарш предпринят нами и вызван посол Федератив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Германии. Сама по себе запись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нет Бундесвера.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必须弄清德军是否主动这样做。他还质疑德军的可控性有多大，舒尔茨对局势的控制程度有多高。 佩斯科夫认为，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印证了西方国家集体直接卷入乌克兰周边冲突的事实。深圳卫视注意到，最初发布音频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总编辑西蒙尼扬手里似乎还有更多的录音。他在第一段录音发布2天之后宣称，不排除会公布新录音内容的可能性。 外界注意到，此事引发欧洲多个国家强烈不满，纷纷与德国进行切割，甚至强硬批评德国。奥地利前外长卡林克奈斯尔表示，录音中德国军官所谈论的内容违反国际法，令人作呕。What struck me most when listening to this conversation is the way they discuss targeting a civilian bridge. All these officers, at one moment in their career, they should have listened to a course called Law on Warfare, Humanitarian Law. 面对海啸般的舆论压力，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开始四处甩锅。在2号，德国国防部承认录音片段真实性后，3号皮斯托里乌斯又改口称这是俄方的混合虚假信息攻击。Der Vorfall ist deutlich mehr als nur das Abhören und Veröffentlichen eines Gesprächs im Bereich der Luftwaffe. Es ist Teil eines Informationskrieges, den Putin führt, daran gibt es gar keinen Zweifel. 但皮斯托里乌斯当天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却承认，德军官对话被窃听是个人失误。他解释称，一名德军军官在新加坡开会期间未按规定使用内网，而使用了第三方远程会议软件进行视频通话。他否认录音是由德国内奸向俄罗斯间谍泄露。匪夷所思的是，据多家媒体调查发现，德国防部网站宣称泄露录音文档受密码保护，但这个密码竟然是1234。德国媒体认为，可能还有更多德国军官内部谈话录音文件被窃取。实际上，5年前，德国政坛曾发生过一次震惊国际的泄密事件，近1000名政客的私人信息被黑客破获并公布在网上，包括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后经调查发现，泄密的直接原因是德国政要们的密码也十分简单，比如 I love you 12345等。就是欧洲啊，它没有自己的这个搜索引擎和通讯的网络，它的算法、算力、平台。数据掌握在美国私人公司手里边90%所以默克尔手机受监听，包括舒尔茨，我相信他的手机也是受到美国的监听的。他们为什么抵制华为？这一切的逻辑都是希望呢，美国要控制他的盟友。深圳卫视注意到，截至目前，德国政府在公开的政治层面上，并没有为乌克兰使用金牛座导弹开绿灯。就在上月26号，德国总理舒尔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明确拒绝了向乌提供金牛座导弹。而英法自去年5月起，已向乌交付了2国共同研发的风暴之影导弹。舒尔茨当时表示，英法在这方面所做的事情，德国做不到。英法风暴之影导弹射程为250公里，德国金牛座则更长，超过500公里。德国对外表示，这可能被用来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导致局势升级。而英国军方则在德国泄密后暗示，德军已经被俄罗斯情报部门渗透很深。对于俄乌冲突，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声称北约应出兵，引爆欧洲舆论场。他5号再次坚称，在向乌克兰提供支持时，欧洲国家不应成为胆小鬼。
深圳卫视注意到德国泄密后，美国态度却十分低调。仅有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通过电话记者会表示，他不会对被曝光的内容发表评论，因为这样做正中俄罗斯下怀。在这个德国这个处境好像不太妙因为前不久我也参加了慕尼黑安全会议从慕尼黑感觉得到呢，就是这个德国呢他本来想去举这个欧盟里边对那个捍卫乌克兰、打败俄罗斯这样一个大旗，但是呢，自身的能力也不足所以法国呢又在跟他去竞争，就这里边有非常这个微妙的这样一些变化。最近伴随马克龙的出兵援乌言论，俄乌冲突双方都有进一步的表态，您是如何看？其实从战争一开始，双方就已经形成了双输的格局。美欧操纵北约东扩，俄方发动特殊军事行动，其实都有3错。错误估计了自己的力量，错误估计了对手，也错误估计了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态度。说到底，就是错误估计了今天世界所处的时代仍然是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交战各方其实都是为这个时代注入了负面的要素，因此自己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局。美欧呢，开始是拱火，挑拨离间。可是战火真的越烧越旺的时候呢，他们又不敢真正下场去和俄罗斯直接厮杀。援助乌克兰，他们有分歧，也有困难，但他们又输不起。乌克兰几乎就成了一个鸡肋，食之无味，但弃之可惜呀。俄国呢，虽然在战略上有失误，战役表现也不尽如人意，但由于其特殊的国情支撑，俄国也很难被西方一口吃掉。各方都处于矛盾和困境之中，虽然大家都有停火的意愿，可是自己的目标呢和实际掌握的筹码明显不对称，于是就都希望多捞些筹码，这就造成了双方都还在以好勇斗狠的这个姿态进行着危险的边缘博弈。